我觉得藏海应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从青涩到沉稳，从隐忍到复仇，到最后心怀天下。你觉得这几个时期哪个是比较好呈现的？哪个是比较好呈现的？其实我认为都不太好呈现。如果相对来说比较好呈现的，前期吧，因为我觉得前期的目的比较单一。对，他的目的就是要复仇，比较单一的这样的一个行动线，所以可能对于我来说更好的呈现。心无杂念。对对对，是。那我觉得这个角色其实到后来的时候，从心怀复仇，又到了就是心怀天下的那种状态，应该是这个角色的一个弧光。哪一场戏会让你非常明确地感受到这种质变？哪一场戏？我认为是他发现鬼洗的秘密之后，我觉得在那一刻他明白了当年自己的父亲为什么宁愿要冒着被灭门的这个危险，也要去守护鬼洗的这个秘密。所以我觉得当下藏海是明白了自己身上的这一个责任跟使命感。就不光是只是为了复仇而已了。对。所以你觉得这个角色在这一刻是升华的？我认为是，至少在这一刻他懂得了，他跟他父亲都在守护同一个东西。是。那你觉得这个角色你最喜欢他的性格特点是哪个？我最喜欢他的性格特点，我认为是他的复杂性都有。我喜欢他的那种狡猾，我也喜欢他的那种真诚，我也喜欢他明知六叔师傅跟他说不要动真情，但是他还是动了真情。他跟每一个人都一样，他也会质疑自己，他也会害怕，他也会孤注一掷的去赌，他都有，就没有那么单一。对，而并不是说一个很脸谱化的一个复仇工具，就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只要复仇。所以我认为这个人物可爱的点就在于他的复杂性。那这个角色除了剧本赋予他的这些东西以外，你个人给他设计的一些什么小的特点呀、动作呀，会展现他的这些特点？我觉得是得看单场吧。比如说从断龙石的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其实剧本里面描写的非常简单，直接就已经开始跟下面对话了。但是其实我做了很多心理建设跟当时的这个信念感的一个建造，就是他从墓穴里面走出来走了多久，当时那个甬道有多长，温度是什么样子，湿度是什么样子，然后他现在的一个身体状态是什么样子，以及我记得我小时候在重庆长大嘛，重庆有很多那种山洞，其实你在山洞里面玩久了之后，你出来你见到阳光你是睁不开眼的，而且在当下你看到蓝天白云，你是会有那种想要大口呼吸的那种重获新生的那种释放感。所以在当下我加了一个这种眯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感觉看不清，然后慢慢睁开眼，然后大口呼吸，然后好像我自己还活着。所以我也认为这个有时候是拍摄的时候的一些惊喜。这个戏应该是特别多大喜大悲的那种，每场戏让你演完了以后，你自己都觉得深陷其中，出不来了。有一场很累的戏，我在密室里面看到我父母的人皮的那场戏，对，那场戏真的挺累的，演完我，而且当时那个摄影老师跟导演他们想玩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让摄影机一直跟着我，播音机从我打开那个密室的门，然后就一直跟到，然后后面，然后我痛苦，然后倒地，然后再跪起来跟他们说，我一定会报仇，孩儿一定会报仇，是一条走下来。对于我来说很难。第一点是在于它的时长真的很长，我要把这个情绪给撑满。然后第二一点是在于，我又不能很外放的去做这个悲愤的这个表演，因为还得符合当时的那个情境。所以这个点就在于说，那我要怎么去传达当下藏海的这种震惊跟他的悲愤，让观众可以体会得到呢？我就想起了我之前
我之前有一个经历，就是当我突然接受到一个讯息的时候，它是悲愤的也好，它是紧张的也好，我会反胃，我会想呕吐，所以我就跟导演说，我说我能不能吐啊？我说我按理来说，我看到了这个人皮，我闻到了这个人皮的味道，我当下我是很激动，但是我会想吐。导演就说可以，那你加进去看看吧，我就把它加进去了。对，生理性的。生理性的，对，生理性的。然后那场戏拍完就是很累，就是一直就是喘气，大喘气，喘气。这个戏里边有爱情、友情，还有亲情，就是包括就这几个情，在你追求这个真相的过程中，都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阻碍的作用，其实我觉得是阻碍，所以就是六初为什么跟他说不要动情，就是什么情都不要动，包括他的星斗师傅跟高明师傅跟他也是，就是我们就是来帮你的，没有情义，所以你也不用觉得对我们有什么情义，就是去复仇就好了，不要让情感来绑架你，然后来成为你的枷锁，对。那你岂不是很孤独？所以就好看的点就在于这里啊。我认为是当你复仇完之后，你享受了当下的快感之后，然后呢，你要怎么做？你该怎么做？你得到了什么？你失去了什么？你在想什么？对，会感觉到空虚的，就除了复仇以外，对，什么都空虚肯定会有，也许是比空虚还要更多的复杂的情绪在里面，落寞、悔恨，甚至我会觉得是有一点点。藏海在灭门侯府之后，他故地重游，他的那个神情，我当时演的时候，我就是什么表情都没有，就是观众你感受到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但我当时在演的时候，其实我更多的是唏嘘跟落寞，因为其实我的仇人就是平津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家破人亡。那我自己在当下是不是又会成为另一个平津侯呢？王珏老师在演反派的时候，你跟他之间会有那种棋逢对手的那种感觉？有呀，他那个压迫感很强的，爵哥的压迫感非常强。对，我跟他的，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就是跟他第一场戏，就是在那个大牢对峙的那场戏。我也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一来就是这么重的戏。也是爵哥的第一场戏，好像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是感觉较着劲儿在演，对，但是往往这样其实反而挺有意思的啊。他会激发你的那种斗志，就是让你们两个戏就不能掉在地上。是，那你觉得这个戏里边有哪些服化道是让你觉得很惊喜的？很多，包括我衣服上面的那些，先不说它那个纹理，它就是材质，就是很舒服。然后我记得有一些那种蓝色的那个面料，非常非常的有质感。然后看的时候，我们试妆的时候，我就说哇，这个料子看起来就很贵。一问果然很贵。再包括到后面的那些图案的设计，然后我记得在定妆的时候，郑导跟服装师就为了一朵祥云的那个位置高低还是左右，争论了很久。再到后面，比如说枕楼的一些里面的一些装饰啊，枕楼的一些装潢啊，再到后面侯府、藏府，我都觉得非常的精致精美。看你的一部剧到今天，我觉得你的台词进步特别大，就是到这部戏，包括当时看你拍戏的时候，就有种感觉，就是抑扬顿挫呀、咬字都有很大的进步。谢谢。有学习还是练习的？是因为当时接这个戏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会同期声，所以我当时就压力非常大。再加上这是郑导的戏，我不能给人丢人啊，也是我自己的第一部同期声的古装，所以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就跟台词老师一起，一集一集的去梳理每一集的台词。再到后面拍摄的时候，拍完每一天，结束每一天的拍摄，回到酒店什么事儿也干不了，反正就是看词儿、背词儿，然后捋词儿。
就是练，一遍一遍的练。你这次那个戏里的眼神是有特别大的变化的。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设计，就是前期在跟平津侯接触的时候，我尽量避免跟他有眼神直接的交流，因为我觉得眼神是会露怯的。很多时候，尤其是在我摸不准平津侯对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的时候，那我就尽量回避。对，然后再到后期，我很多时候就是跟他四目相对，甚至到后面是怒视，这确实是我前期想要做的一个变化。每个时期设计的对还是不一样。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你想用什么菜？小葱拌豆腐。我是觉得藏海这个人很寡淡。我说的寡淡是他对于自己生活上的要求很寡淡，这个就要追溯到我们在定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讨论过说要不要设计一款就把头发放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但是我真的想了想，然后我跟导演也讨论过，我说藏海其实没有时间来捯饬自己，他没有时间，他有时间他都在想我要怎么做，我下一步要怎么走，我的仇人在哪儿，我的力气要花在刀刃上面，就是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的头发呢就全上吧。再加上他在那个藏府的时候，他的那些私底下的衣服私服都比较的素雅，很素雅。我觉得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对吧？有工作的时候还行，一般般。健身，每天健身。你觉得你会对自己的人生有规划吗？哎呦，好像还真没有。我觉得我好像不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我可能相比较规划，更加的注重当下。对，我可能是目前是这样。对，就是先把眼前的事情给做好。对，不会去让自己焦虑未来。很少，会浅浅的焦虑一下。这种父母的这种爱，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会很有安全感，当然会很有安全感，这是实话。但是他们也会拌嘴，但是我知道这种拌嘴就是很日常的拌嘴，就是他们的这种和谐的生活跟稳定的关系，确实会让我很有安全感。很多时候会让我觉得是一种支撑。对。你会是你一个奋斗的动力吗？就你会为了当然带他们出去。对，一定会，就是为了给自己最爱的人更好的生活嘛。所以在你就是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会勇往直前，因为觉得他安全感在后面。会这样。但是很多事情不会跟他们分享，就是很多一些遇到的一些问题啊，一些障碍啊，很少跟他们分享。因为不想他们担心。但是你不觉得，如果儿子什么都不说，这妈妈也会很担心，会没完没了？是，目前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所以就是会经常会沟通，会交流。就是很多人看到你，包括今天的这个状态，就会说你有少年感，你会觉得是夸奖还是？哎呀妈呀，我可真是不敢认这个少年感，我都33了都。不敢，我就是我也不知道，可能爸妈生得好吧，我只能这么说了，看起来显小，太不要脸了。那你会希望别人用什么词来形容你啊？就随便，怎么开心怎么来了。干干净净也行，都行。对，邋邋遢遢的也行。最近几部戏进了谍战赛道了，怀旧赛道，还有这种大的服装的赛道了。考没考虑过进个喜剧赛道？喜剧太难了，喜剧我觉得喜剧是最难的赛道，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厉害，就是非常厉害。我觉得他们有
超人的意志力，他们知道观众想要什么，喜剧的节奏该如何去把握，我真的佩服。所以喜剧我真的不行。